这滋味如何呀？嗯，都是老相识了，还拿这么大的屋子，这么多的礼物招待我，太客气了。以你而今这般身份，自然得多用点心思了。既然是旧时，不如干脆点，就在这状纸上画押，认罪吧。 不清不楚之事，你让我怎么认？承认你借假运接近君王，试图混淆皇族血统，借青龙号干涉朝堂之事，你到底有什么图谋啊？上次说我通敌卖国，这次还是通敌卖国。杜长风，你那么大一个脑袋，装的都是水吗？想不出别的了？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上攒旨，大人，他是君王府的孺人，这要是再上大刑的话，万一……这是皇上下旨，要严审要犯。是。要是君王求见，就免了，让他给我在府里好好思过。皇上，这封信是君王让我一定要亲自面呈给皇上。他说此案有很多疑点，求皇上一定要看。好，朕知道了，退下吧。 主子，您这么一动不动的跪着管用吗？再晚点，夫人的命就没了。 主子，您说句话呀，主子。陛下，君王已经跪了3个时辰了，小的恐怕君王他……父皇。
陛下，民女自知有罪，也十分后悔。可民女是有苦衷的。民女在银城时便仰慕君王风采，一想到往后不能与其厮守，便觉得这日子没有了盼头，是一刻都不愿意活下去的。所以民女才有了这个想法，是因为真的想和君王在一起，还望陛下能明白这种相思之苦。朕不管你的本意如何，你欺君之罪是事实，理当斩首。儿臣不孝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龙儿确有身孕，但因为一次意外，不慎小产。为了不打扰父皇和皇祖母，我才又隐瞒了下去，想等到龙儿再得珠胎时，再将事实和盘托出。儿臣深知欺瞒父皇乃大罪，却还是怕会和龙儿分开，所以此事与龙儿无关。我愿一人承担一切罪责。陛下，我有话要说，请陛下宣君王府的侍女娥子觐见。宣侍女娥子觐见。禀陛下，这些都是龙傲一为了假孕皇子所做，3个月的、5个月的，这些都是龙傲一瞒着君王做的。贤儿，原来是你。清流，你还要帮着他？这根本就不是意外，这一切都是他蓄意谋之。陛下，此事都是龙傲一一人所为，与君王无关。你还不认吗？君王不必再为我脱罪了。我龙傲一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与君王无关。来人，给我拖出去斩了！圣上，臣妾斗胆，为孺人请命。自从孺人进宫以来，解了不少嫔妃们的难事，后宫多有和睦，宫中下人更比以前尽心尽力。皇太妃的身子不也比以往好很多了吗？父皇，儿臣与龙孺人交好，儿臣相信他确实是一时糊涂。况且青龙号先是开漕运，平抑米价，平了民愤，后又解决了长安缺粮的难题。他救了这么多人的性命，能否来还他自己的？还请陛下饶了君王。请陛下饶了孺人。饶了孺人。请父皇饶了孺人。陛下明鉴，此女如今用假肚子冒充怀孕，过些时日，还不一定拿什么野种来冒充龙嗣。龙傲一此举玷污了我们皇室的血脉，此为大逆不道。龙傲一，你欺君犯上在先，如今还敢恃功而骄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斩了！慢着！
天宫玉阙，日复日，不若飞龙傲逍遥。皇上，万法结缘，龙氏与皇家的缘分已尽，不如让他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吧。好你个龙傲一呀！这么多人都替你说话，好，朕就免你一死。但是，从今往后，贬你为庶民，再不能踏入皇宫和君王府一步。来人，父皇，把龙傲一给我赶出宫去。龙儿，在宫外等我。走。陛下，君王只是一时糊涂，若尽快完婚，便能收回他的心。言之有理。那此事就交由元相去办吧。父皇，儿臣已与龙氏有过约定，今生只与他携手同心，还请父皇收回成命。我们礼堂皇室绝不允许你娶一个欺君枉法之辈，更何况他配不上你。父皇，我以前以为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所以找一个地位相称的女子也无可厚非。但那是因为我没有爱过，真正爱上一个人，我发现一切世俗的标准都是虚妄。您说他配不上我，可我还觉得兴许是我配不上他。我看你是魔怔了，朕的儿子，堂堂皇子，竟然说自己配不上一个下九流的孤女。既然您说您的儿子不能娶下九流，那我李清流宁愿削除皇籍，不做皇子便罢。混账！我命你完婚之前，乖乖待在君王府，不准踏出一步。父皇，这婚我不能结。你这个逆子！你这个逆子！皇上息怒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昏倒了！快传太医！哎，官爷，这得封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我哪知道？上头下的命令，龙傲一欺君罔上，他的商贾手段肯定不干净，查清楚了才能继续经营。那你们去查呀！光听个封条算怎么回事啊？去，有问题找上。哎，官爷，公子，哎，小秦姑娘，帮主呢？姑娘她不在这儿吗？没在啊，咱们商号被封了，现在大伙儿都等着帮主出来放话呢。那该怎么办？现在也不知道姑娘去哪儿了。好眼力呀，都是上好的料子，你看这颜色，好看吧？哎，老板，这块布料多少钱啊？快收摊了，算你20文吧。20文这么贵啊？那我得看看这布得够大呀。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好看，是吧？特别适合姑娘，对吧？穿这个粉的也很好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相信我。
哎，你这个人几个意思啊？你挡在我前面啊！小娘子肚子有福气，我蹭点运气嘛。哎，姑娘再看看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办人不好要办公公，哪有这么好看的公公？你我结缘，实配夫妻。且缘不合，便是冤家。小则以言漱口，大则侧目生嫌。心若相赠，如狼羊一处。有生之年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埋年女人似颠簸，福愿娘子千秋万岁。你且小心有埋伏，原来是藏头诗。君王殿下，你原来在这儿。我家姑娘呢？晴儿，听我说。你还要说什么呀？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姑娘被赶出去了。我就要问问君王殿下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至宝，特命君王李清流与兵部侍郎之女杜小仙于3日之后成婚，钦此。什么？君王，君王，臣接旨。君王不用担心时间仓促，吏部上下已经全力督办此事。袁相特意吩咐，说陛下在昏迷之前还下了另外一道口谕：大婚之前，君王万万不能出府。多谢提醒。袁相，这2个人不除，果然是个后患呢。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姓董的进长安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，在漕运没拿到之前，谁也不能动他。是不是为了你的女儿，想借机把她给杀了？下官不敢，大人恕罪。下官早已将杜家一切身家性命给了大人，下官只是想起德妃的事情，到现在还心有余悸，夜不能寐。下官还真是怕有一天会查到我们头上。让德妃死，就是要让她顶我们所有的罪。是，多谢大人之前将我的命保住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皇上太过软弱，没几句话就把姓龙的给放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自有办法。只要有一个人还在我的手上攥着，我就不信剩下的人不自投罗网。那万一事后皇上知道了，这……皇上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是时候让新人登场了。皇上的病情真的是……下官们已经尽力而为了，但是皇上还是昏迷不醒。现在用针固住皇上的元气，若不随意挪动的话，尚无大碍。不过，还是请袁相与朝臣们商议，恐怕
要以太子代为理政了。都说他汉成帝啊，专宠班婕妤，与其那是形影不离呀。哪知道好景不长，自打那赵氏姐妹入宫之后，这汉成帝就一脚踢开了她。所以就说呀，这皇家就是薄情啊！就是啊！要我说你这含糊的影射，谁能听明白？我黑胖今天就在这儿骂他个3天3夜。吵什么吵你们？再吵，把你们丢进大牢！主子，门外面的人就像苍蝇一样在那吵，赶都赶不走。下去吧。是。主子，我把他们赶走。不用了，他们骂累了，自然会走。别说他们不理解，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您要同意大婚，而且不把如人追回来？虽然圣旨难违，但是你也知道圣旨难违，我不怕跟整个朝廷作对。但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小姐，您都绣了1天了，歇下来吃口饭吧。皇上一道指令，将婚期提前了这么多，我得把青驴的喜服绣好。喜服要绣，但身体也要养，不然哪有气力跟君王洞房花烛夜呀？